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狠角色，一個從好萊塢大片裡直接開到美國陸軍正式編制裡的家伙。他沒駕駛艙，卻比很多炮車還猛。他塊頭不大，卻能像變形金剛一樣隨時換上一身的神裝。他就是被美軍寄予厚望，甚至被認為是未來陸軍轉型基石的粗巨齒 M5 無人戰車。那麼這家伙到底是個什麼來頭？他又是如何從一個電影道具一步步進化成陸軍小航母的？他真能像科幻電影裡那樣徹底改變地面戰爭的規則嗎？今天我們就來把它扒一下美國陸軍希望之光 M5 無人戰車。想必很多朋友第一次見到這家伙都是在電影裡，尤其是2017年的《速度與激情8》，那台被反派遠程遙控在城市裡橫衝直撞，到處搞破壞的地獄貓戰車，給人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那玩意兒的原型就是 M5 的前身粗巨齒履带車。這東西的出身可以說非常草根，跟洛克希德·馬丁、通用动力這些傳統的軍工巨頭一點關係都沒有。它誕生在2004年美國緬因州的一個普通車庫裡，是一對叫麥克和傑夫·豪的雙胞胎兄弟純手工攢出來的。這兄弟倆就是典型的技術宅男，從小就喜歡捣鼓各種機械。他們的公司一開始就是個家庭作坊。這兄弟倆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爽履带车輛傻大黑粗慢吞吞的形象，想造一台全世界最快的履带车，結果還真讓他們搞成了。這台早期的粗巨齒原型車裝了一台650馬力的 V8 發動機，在公路上能飆到105公里每小時，直接拿了個世界最快履帶車輛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速度快，外形又足夠狂野，好萊塢的導演們一下就看上它了，搜索頻道的節目也來報道。於是粗巨齒就開始了自己的演藝生涯，在各種大片裡上天入地，比如《特種部隊2》裡當主角的座駕，風光無限，成了車庫發明界的美國夢代表。按理來說，一個電影明星跟真刀真槍的軍隊應該是兩條平行線，但美国軍方還就真看上了這個網紅，而且不是一時興起，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21世紀初打的兩場仗，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被路邊炸彈和各種城市伏擊炸得實在是太疼了。美軍發現自己那些高精尖的 M1 主戰坦克和 M2 步兵戰車，在開闊地帶對轟確實是天下無敵，可一旦進了城市或者在山區小路上巡邏，就變得非常脆弱。五角大樓的將軍們痛心地發現，損失一台幾百萬美元的坦克，雖然肉疼，但國會老爺們批了預算還能再造。可車裡那些訓練了好幾年、經驗豐富的士兵要是沒了，那損失可就大了去了。而且國內的反戰壓力也會劇增，所以他們一直在琢磨怎麼能讓士兵的身體離危險遠一點，再遠一點，最好是能隔着幾十公里。這時候粗巨齒就進入了他们的視線，這玩意兒簡直就是為他們的想法量身定做的。首先速度快，跑得賊溜，戰場生存能力的第一法則就是機動性，打不過還能跑嘛。其次車身又輕，改裝潛力巨大，就像你買了一台裸車，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最關鍵的是它從設計之初就具備了遙控駕駛的潛力，這不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讓機器去前面趟雷，人在後面安全看戲的完美平台嗎？於是美軍先是採購了幾台粗巨齒的軍用版，主要給工兵用來排爆，覺得效果不錯。到了2019年，在下一代戰車，也就是 NGCV 計劃的大背景下，美軍正式給德士隆公司以及那對雙胞胎兄弟的小公司下了個命令，把駕駛艙徹底拆了，給我裝上最先進的炮塔和電腦，改成一輛能跟有人戰車協同作戰的無人坦克，並且軍方還給它起了個正式的編號 RCVM， 也就是中型機器人戰車。就這樣，這位好萊塢明星正式應徵入伍，開始了從電影道具到致命武器的魔鬼改造。這玩意兒到底強在哪兒？其實德士隆公司接受改造後，M5就已經可以说是脫胎換骨了。咱們用平常能聽懂的話來聊聊它到底強在哪兒。咱們不講那些複雜的參數，就講3點：跑得快，適應性強，而且很能打。第一點，跑得快，而且是全地形的快。M5的底盤設計完美繼承了粗巨齒的基因，它的履帶很寬，負重輪又小又多。這個設計的好處就是車輛的重量被均勻地分攤到了很大一塊面積上，所以它對地面的壓強特別小。官方數據是只有 M1 主戰坦克的1半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呢？咱們不說複雜的物理，就說點實在的，大家應該都看過那種二戰或者現代戰爭的紀錄片。重型坦克一旦碰上春天的爛泥地或者沼澤，就很容易陷進去，變成一個動彈不得的鐵棺材，等着被敵人當靶子打。這就是高地面壓強的後果。而 M5 的低壓強讓它在這些軟地面上的表現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在很多重型坦克開過去會直接趴窩的爛泥地、沼澤地裡， M5 就能像開輕型越野車一樣輕鬆跑過去。
這意味着在戰場上，他能走的路線比坦克多得多，可以不依賴公路，從敵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比如一片沼澤或者一片鬆軟的農田發起突襲。這種戰術上的靈活性是重型裝甲部隊夢寐以求的，再加上一顆1600馬力的混合動力引擎，讓他這個只有 10.5 噸的小家伙能飆到64公里每小時的最高時速。這個速度已經比很多國家的现役步兵戰車都快了，而且它這個混合動力系統特別有意思。長途奔襲的時候用柴油機，需要前行偵察或者發動突襲的時候，可以切換到純電模式。這時候就變成了一個幾乎沒有聲音、紅外熱信號也很低的前行刺客，在夜裡悄悄摸到敵人陣地前沿，搞偵察或者打黑槍，簡直是絕了。第二點，適應性強的跟搭樂高似的，這也是 M5 最核心、最革命性的設計。你看它的外形，車頂是完全平的，上面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北約標準接口，這就像一塊樂高積木的底板。美軍可以根據不同的任務需求，在上面插上不同的積木模塊。今天任務是火力偵察，好，給它裝上一套光電傳感器，再帶上一架4選1無人機，讓它去前面當眼睛。明天任務是城市攻坚，行，給它換上一座30毫米的机炮炮塔，讓它去前面清掃火力點。後天說要反裝甲，沒問題，直接在車身兩側掛上2枚標槍反坦克導彈就行，甚至還有方案要給它裝上防空導彈或者電子戰設備，變成一個移动的防空平台或干擾站。前線的士兵據說用一把扳手和一台小型起重機，1個小時之內就能給他換一套皮膚。這種高度模塊化的設計，讓他一個平台能幹好幾個平台的活，這在後勤保障和成本控制上優勢就太大了。以前你可能需要採購3種不同的車，現在買一種 M5 就足夠了。第三點，它很能打，而且打得很準。M5 最常見的火力配置是搭載一座挪威康斯伯格公司生產的叫保護者阿提斯0的遙控武器站。大家可能对这個名字不熟，但這家公司是給美軍提供遙控武器站的頭號大廠。美軍現役的斯特瑞克輪式戰車上的炮塔很多都是他們家的，所以它的技術也非常成熟可靠。這個炮塔的主炮是一門30毫米的 XM813 鏈式機關炮，這炮是美軍下一代步兵戰車的主力武器，射速可以調節，威力也足夠對付絕大多數的輕型裝甲目標和工事，而且它能發射好幾種特別的炮彈。除了打步兵用的普通高炮彈和打工事用的穿甲彈之外，最狠的是一種叫阿海德的編程彈，專門用來打無人機和直升機。它的原理是炮彈出膛的瞬间，炮塔的火控電腦會根據目標的距離和速度給炮彈設定一個引爆時間。炮彈飛到目標旁邊的時候，直接一下就炸開，瞬間在空中形成一片由幾百個小鎢鋼彈頭組成的金屬風暴，就像張開了一張死亡之網，管你無人機怎麼走位，基本上是一打一個準。操作員還可以在幾公里外的步兵戰車裡看着高清屏幕，用一個長得跟遊戲手柄差不多的控制器來操作，图像傳輸的延遲非常低。據說打移動靶的感覺跟玩戰地或者使命召喚差不多，而且它還有強大的 AI 輔助射擊功能，電腦會自動識別和跟蹤目標，甚至能幫你計算提前量。就算操作員是個新手，手有點抖，電腦也能幫你自動修正彈道，讓炮彈穩穩地飛向目標，命中率高得嚇人。好了，上面這3點是最基本的性能，但接下來要說的才是 M5 最有意思的部分，那就是它在戰場上到底是怎麼用的。這套全新的打法可能會徹底顛覆我們對陸地戰爭的認知。如果說 M5 的性能只是讓人覺得它很先進，那它的實戰用法就真的有點顛覆三觀了。美軍給它設計的核心戰術叫人機協同，說白了就是讓 M5 這種無人裝備在最前面當炮灰和打手，而寶貴的人類士兵則躲在安全的後方進行指揮。2023年，美軍搞了一次演習，向外界展示了這種新戰法。場面是這樣的：一台 M2 步兵戰車停在後方安全區，車裡坐着指揮官和操作員。戰場上，一台 M5 定在最前面，作為進攻的矛頭。兩翼還有2台無人化的 M113 裝甲車負責掩護。戰鬥開始，指揮官下令 M5 立刻向前衝，用30毫米機炮對着2公里外的敵人陣地就是一通猛揍，把對面的火力和注意力全都吸引過來。同時，兩邊的无人 M113 開始放煙霧，進行電子干擾，讓對面的雷達和觀察設備瞬間變成睜眼瞎。整個過程，人類士兵就坐在指揮車裡，像打即時戰略遊戲一樣，喝着可樂，看着屏幕，等 M5 把敵人的防禦撕開一個口子，把硬骨頭都啃掉了，步兵再上去收拾殘局。演習的結果是一個9人的步兵班自己一槍未發，毫髮無傷，就端掉了一個模擬的連級防禦陣地。這在以前的傳統陸戰中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這種戰術最大的好處就是把人命的風險降到了最低。在俄烏戰場，我們看到一輛坦克被打爆，損失的不光是幾百美元的裝備，更重要的是車裡那幾個經驗豐富的老兵。而換成 M5， 它衝在最前面就是用來吸收傷害的。就算被反坦克導彈打中了，損失的也只是一台機器，只要後方的操作員沒事，
換上一台新的，馬上又能投入戰鬥。這種拿鐵疙瘩換人命的賬，誰都會算。當然了，目前這種遙控操作還只是初始階段，美軍的最終目標是讓這些 M5 擁有自己的 AI 大腦，能夠自主作戰。比如指揮官只需要在地圖上圈定一個區域，下達一個清剿的指令，一群 M5 和無人機就能自己組成戰鬥小組，自己規劃路線，自己協同開火，整個過程完全不需要人類維操，這就有點終結者裡天網軍團的意思了。不過還好，再強的裝備也有阿喀琉斯之眾。對於 M5 這種高度依賴網絡和電腦的裝備，弱點其實還挺明顯的。第一個也是最致命的就是通訊問題，這玩意兒說白了就是個大號的遙控車，一旦通訊被敵人干擾或者切斷，那它在戰場上不就成了一塊動彈不得的廢鐵了嗎？俄羅斯的軍事媒體就經常吐槽，說這東西在強電磁干擾環境下就是個花架子。而美軍的解決辦法是搞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狀網絡，讓戰場上所有的單位都變成一個移動的 WiFi 熱點，信號可以自動選擇最優路徑，想完全切斷它的聯繫難度非常大。第二個弱點是它的防護能力 ，M5 畢竟只有 10.5 噸，裝甲肯定比不上幾十噸重的主戰坦克，要是被大口徑穿甲彈或者重型反坦克導彈直接命中，那肯定是扛不住的。美軍的想法是壓根儿就不跟你在防護上硬拼， M5 的生存哲學不是靠硬扛，而是靠閃避和攔截，利用高機動性讓敵人難以瞄準，同時用主動防護系統在半空中就把来襲的導彈給打爆。當然了，這些手段也不是萬能的，真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犧牲一台 M5 也比犧牲一台載着4名车組人員的 M1 主戰坦克要划算得多。第三個弱點是它的 AI 到底靠不靠譜？電腦這東西大家都知道，有時候會犯混。在瞬息萬變的真實戰場上，如果 M5 的目標識別系統突然短路，把一個舉着白旗的平民識別成了扛着 RPG 的敌人，並且自作主張的開了火，這個責任誰來負？這也是目前所有無人作戰裝備都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倫理和技術難題。最終開火的決定權，目前還是必須由人類來做出。所以你看 M5 雖然很強，但它也遠不是無敵的，它只是一種在新的戰爭思維下催生出來的一種新工具。它的出現並不意味着坦克、步兵這些傳統兵種馬上就要被淘汰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未來的陸地戰場會是 M5 這種反應快速、不怕犧牲的無人戰車和傳統的防護力強、決策更可靠的有人坦克一起搭夥幹活的場景，讓機器幹機器擅長的事兒，讓人去做最關鍵的戰略決策。好了，關於粗巨齒 M5 無人戰車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這種無人戰車會成為未來陸戰的主宰嗎？它在實戰中可能還會遇到哪些我們沒想到的問題？或者聊聊你還知道哪些有趣的無人化武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摆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